大唐长安东去，一路风尘仆仆。圣僧与高徒行至一处山庄，耳闻其事。庄中高老太公有女被妖魔所占，甚是忧愁，令人唏嘘。唐三藏：悟空，此处为何乌烟瘴气？孙悟空：师父，恐怕有妖气作祟。师徒二人来到高老庄，老太公悲诉自家女儿高小姐3年前被一个丑陋的妖怪强取，妖怪食量惊人，形貌骇人，众人束手无策。唐三藏：老施主勿忧，贫僧愿助一臂之力。孙悟空闻言，心生怜悯，当即拍胸脯保证降妖。他提出先去探查妖怪虚实，让唐三藏在高老庄暂歇，以待消息。孙悟空：师父放心，俺老孙去就来。唐三藏：悟空，小心为上，切勿鲁莽。孙悟空来到高小姐所住的后院，见一洞门深锁，阴风阵阵。他知妖怪必在其中，便施展神通，变作一只小虫，潜入洞中。洞中无人，孙悟空略一思忖，便心生一计。他变成高小姐的模样，端庄秀丽，坐在绣榻之上，静候妖魔归来，准备引蛇出洞。不多时，门外传来脚步声，一个猪头人身的妖怪推门而入。他身形粗壮，腆着个大肚子，正是那占据高小姐的猪刚鬣。他见到高小姐便满心欢喜。猪八戒：娘子，为夫回来了，可曾想我？猪八戒靠近高小姐，说起自己在此高老庄3年，虽吃喝不愁，却也寂寞。他倾诉着过去的经历，却不知眼前乃是孙悟空所变。猪八戒：娘子，俺在这里3年，虽然不愁吃喝，却总觉少了点什么。孙悟空见时机成熟，不再隐瞒，他一个打滚现出真身，金箍棒在手，直指猪八戒。猪八戒大惊失色，方知上当，怒从心生。孙悟空：你这呆子，认得俺老孙吗？猪八戒：你是哪里来的泼猴，敢戏弄俺？二妖一仙顿时斗在一处。猪八戒舞动9齿钉耙，孙悟空挥舞金箍棒，从洞内打到洞外，又从地面打到半空，打的是尘土飞扬，声势震天。猪八戒不敌，渐渐败退。他使出看家本领，钻入云栈洞中，孙悟空紧追不舍。洞中机关重重，却也挡不住齐天大圣的脚步。猪八戒：猴头，你敢追进来，休怪俺不客气。孙悟空：你这呆子，哪里逃？缠斗之际，猪八戒才道出实情，他原是天蓬元帅，因系嫦娥被贬下凡，误投猪胎。观音菩萨曾点化他，在此等候取经人。猪八戒：俺是天蓬元帅，因过错被贬，观音菩萨让俺在此等候取经人。孙悟空闻言，心中一喜，劝他弃恶从善，随唐三藏西天取经。猪八戒虽有些不情愿，终因菩萨点化之缘，答应归顺。孙悟空：既然是菩萨点化，你快去拜见师父，随我们西去。猪八戒：罢了，罢了，也罢，俺便随你去便是。孙悟空将猪八戒带回高老庄，猪八戒先向高老太公夫妇赔罪，随后正式拜见唐三藏。唐三藏见他形貌虽丑，却有佛缘，心生欢喜。猪八戒：老丈人，前番多有冒犯，猪八戒在此赔罪了。唐三藏：善哉，善哉，能改过自新，便是极好。唐三藏为猪八戒摩顶受戒，并依观音菩萨所言，为他取法号悟能，又因他食量大，惰性重，
故加唤猪八戒。唐三藏，从今往后，你变法名悟能，俗名猪八戒。猪八戒，谢师父赐名，俺老猪定当随师父西去。三藏法师、孙悟空、猪八戒师徒三人辞别高老庄，继续踏上西行之路。白龙马驮着行囊，朝着未知的远方步履坚定。猪八戒，师父，这路途遥远，俺肚子又饿了。孙悟空，呆子，才走多远，便喊饿了。行经数日，师徒来到一座山，名唤浮屠山。此山奇峰迭起，古木参天，清泉潺潺，更有仙气缭绕，显见非寻常之地。孙悟空眼尖，见山顶有座寺院，气象非凡。他知道必有高人，便让唐三藏和猪八戒稍后，自己腾云驾雾前去探访。孙悟空，师父，山顶有高人，俺去就来。猪八戒，猴哥小心，莫要惹祸。寺院中，孙悟空果然见到一位仙风道骨的禅师，正是乌巢禅师。禅师身披袈裟，盘坐蒲团，面容慈祥，周身散发着智慧的光芒。乌巢禅师，远来辛苦，可知此行不易。孙悟空，禅师慧眼，我师父正往西天取经。乌巢禅师对唐三藏的来意心知肚明，他为唐三藏传授了珍贵的多心经，并预言了取经路上诸多磨难，指点迷津，于人信心。乌巢禅师，此乃多心经，能助汝心境清明，降伏诸魔。唐三藏，多谢禅师指点，弟子铭记于心。师徒三人满怀感恩，带着乌巢禅师的赠经与教诲，继续西行。前路漫漫，却因心中有法，脚下生莲，更添坚定与希望。唐三藏，此番获经，如获至宝，真乃佛缘深厚。孙悟空，师父，有此经文，我等定能降妖伏魔。